女孩名叫小美，她拥有着一副天使般的面孔，但同时也有着一身的赘肉。男友是名游泳教练，和小美不同，他是一身的腱子肉啊，长得帅，身材又好，这样男友的身边总是不乏莺莺燕燕。这天小美在看朋友圈，定睛一瞧，一个美女正抱着男人一顿蒙住啊！哎妈，不对劲儿啊，这男的是自己男友啊！小美很伤心，她跑去问闺蜜说男友出轨了，能是因为啥呢？闺蜜看着眼前的胡须，诚实的说道：还能因为啥呀？还不是因为你太胖了吗？小美还不信，自己身为一名高连师，身体发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于是她准备去当面质问男友，结果到了后发现男友正在和美女热舞，说不定下一秒就要为爱鼓掌呢，那这可不行。小美挤了上去宣示主权，很快就把美女气走了。可在事后，小美不仅没有生气，还当着男友的面胡吃海塞。于是乎，男友摊牌了，对她说：宝贝儿，我俩分手吧。这对于小美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，可更让她伤心的是，好久未见的朋友来打招呼，竟问了她一句：暴击伤害100%，小美的心情不美丽了。事后她来找妈妈诉苦，结果却撞到妈妈正在和新男友约会。眼看自己的老妈都焕发了感情第二春，小美便气儿不打一处来。于是她对老妈说道：我可不会认酒鬼当继父。这话被男人听个清楚，妈妈也是勃然大怒，把小美赶出了家门。无家可归的小美只好在闺蜜家借宿，但闺蜜家吧有点小，所以体积过大的小美只能睡在阳台上。不过小美可不管睡在哪，此时的她可谓是万念俱灰，无精打采，浑浑噩噩，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睡不着了就看前男友的照片，怀念着手感极佳的身材。闺蜜一看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，你伤不伤心的无所谓，关键是伙食费自己快供不起你了。于是闺蜜鼓励小美，难道你不想赢回前男友的心吗？难道你不想瘦下来成为万众瞩目的大美女吗？听姐妹一句劝，减肥吧，赢回属于你的精彩人生。小美一听有道理，老娘长得这么美，那瘦下来还得了？于是说减就减，小美来到了健身房。不过这地方她也没来过呀，作为健身小白的很有自知之明，跟着美女练准没错，人家咋练我就咋练。不过美女的练习是这样的，而小美呢，她是这样的。累得满头大汗，心想能有效果了吧？结果一量体重发现是一丁点肉都没掉。可滚犊子吧，这地方我不再来第二回了。而且跟绝大多数人一样，锻炼的小美更饿了。回到闺蜜家，直奔冰箱，面包、水果捞、纯肉大香肠。不过还没等开灶呢，她就被闺蜜抓个正着。第二天上班，小美坚持了整整一天都没有吃东西，饿了就喝水骗自己。直到下班时，她看着自己亲手做的蛋糕是那么的诱人，心想她一定很想被我吃掉吧。于是小美再次破功了，开始了大吃特吃，而且是边哭边吃。闺蜜劝她参加减肥互助小组，小美很听话的去了。不过他们说的全是一些毫无营养的话，听得小美直犯困。终于一个小胖子听不下去了，还好一个及时的来电缓解了小美的尴尬，她边打电话边逃离现场。不过小胖开车追上了她，说自己没有嘲笑的意思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俩可以互相督促减肥呀。小美同意了。减肥有2要素，管住嘴和迈开腿。首先要做的是管住嘴，两人约定谁饿了谁就给对方打电话。为啥呢？因为听完对方的一顿臭骂后就根本吃不下去东西了。但管住嘴不仅仅是不吃东西，而是要合理的吃东西。在小胖的帮助下，小美学会了计算卡路里，什么食物热量少，什么食物热量高，水果蔬菜使劲嚼，不熟身体不会好。等做到了管住嘴，下一步就是迈开腿了。两人选择一起跑步锻炼，从一开始只能跑2分51秒，就开始体力不支，到跑了4分11秒才开始大口喘气。在小胖的监督和鼓励下，小美变得越来越能跑，跑到最后甚至参加了全程马拉松。每天累到精疲力尽，小美才肯罢休，躺到床上。老话说得好啊，皇天不负有心人。小美做到了，1个月内整整瘦了30斤，整个人焕然一新，说是女神也不为过。而前男友直勾勾的眼神也能侧面证明小美的减肥很成功。接着两人下水嬉戏，前男友很心急，故意卖弄自己的6块腹肌，眼看气氛变得越来越暧昧。可就在这时，前男友的现女友的出现打破了小美的美好幻想，这可真是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。
上次失恋后，小美找的是老马，而这次她去找了老爸。但和母亲一样，老爸也重新组建了家庭，几人的谈话并不是很愉快。等到了晚上，小美更是整出了幺蛾子，不小心引起火灾，直接把桑拿房给点了。万幸的是人没事，不过父亲就对她破口大骂。小美伤心地逃跑了。回到闺蜜家后，本想着得到点安慰，可闺蜜却说自己就要离开了，去大城市进行深造。小美劝她不要离开，留下来陪自己。闺蜜听完后爆发了，她批评小美只考虑自己，根本不替好朋友着想。这下子小美心态彻底崩了，她本以为瘦下来后生活就能变得更美好，但日子却越过越糟心。第二天一早，前男友来找小美约会，可谓是趁虚而入，直接满分。两人当即在家里约起会来。事后前男友一脸得意，还说要不是因为自己说分手，你怎么能瘦身成功变得美丽？听到这种屁话，小美只感觉像吃了一只苍蝇那般，是恶心的要死。于是在赶走男友后，小美坐在沙发上深思，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人呢？伤心之际，她找到了小胖，不过小胖却一反常态，对小美不冷不热的。原来他上午去找过小美，正好撞见两人翻云覆雨。小胖感觉自己就是个工具人，我帮你减肥变漂亮，你却和别人谈恋爱。于是小胖开车走了。而此时正值大半夜，小美根本无处可去，她边走边哭，哭累了就躺在麦田里睡觉。第二天一早，小美还没有睡醒，不过远处却驶来了一辆收割麦田的巨大机车。因为麦田长势高大，司机没有看到躺在前方麦田里的小美，危险一步步的袭来。关键时刻，男人闯了进来，一把抱起小美就往外跑。终于小美得救了，而救她的人正是老妈的男朋友。男人递给小美一瓶水，喝了后小美全都吐了出去，因为这里面装的是酒。压惊嘛，那你不喜欢喝就不喝了呗。事后男人送小美回家，看样子两人已经冰释前嫌。老妈也很开心，毕竟女儿不祝福自己的恋情，自己也很难真正的快乐。而在经历了生死后，小美变得豁然开朗，她意识到一直以来从不缺少关心自己的人，反倒是自己真的很自私，从没有为别人考虑。于是她找到闺蜜，向她承认错误，请求原谅。就这样，两人也握手言和。不久后，老爸找到了小美，他是为那晚的发火来道歉的。老爸跳起小美最喜欢的舞蹈，一家人哪有什么隔夜仇？虽然老爸跳得很丑，但小美还是竖起了大拇指。现在小美的心中只剩下了一个心结，那就是被她伤害过的小胖。而此时的小胖正变得自暴自弃。这天，小美突然出现，一巴掌打掉了她手里的可乐。她对小胖说，自己没有和前男友和好，那天是冲动了。不过吧，自己的确想找个男朋友，你要是瘦下来，说不定还有机会哦。小胖说，那得挺长时间的。没事儿，我会陪着你，就像之前你陪着我那样。本片到此就结束了。电影名叫《瘦身大作战》，请珍惜你身边每一个胖胖的朋友，因为他们真的需要家人朋友的鼓励和帮助。而且据说每一个胖子等他瘦下来后，都会是颜值潜力股哦。